今天呢，來分享一顆不按牌理出牌的這個怪兵器啊，就是這一顆 Minolta F500 Reflex， 是一顆俗稱甜甜圈鏡的反射式鏡頭，同時也是一顆吊迷你的500長焦大炮。當然了，它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斑駁夢幻的閃景，以及這個可愛的甜甜圈光斑特效。那比較不一樣的就是這一顆 Minolta 竟然還可以自動對焦，玩起來更加舒適。其實這個反射式鏡頭已經是很古老的東西了，主要運用在天文望遠鏡。那它的原理是利用這個鏡頭內的鏡子折返光路，縮短它鏡身的效果。來大概比較一下，我沒有500定焦啦，所以我就拿一支一樣也是 Minolta 的400 F4 来做一個比较。那两支鏡頭的重量、體積還有價錢其實差很多。所以如果拍長焦帶這個反射鏡出門呢，真的是非常的輕鬆又低調。各位啊，500大概只有5度的視角，感覺大概就像拿珍珠奶茶的吸管看世界。只不過這個鏡頭的壓縮感呢，可以讓這個很遠方的東西瞬間拉近到你面前，就好像你伸手就可以碰到的距離，那種體驗是非常有趣的。比如說我們帶28、35、50出门，這樣拍照。這種視角置身其中，沉浸式的在攝影的場域啊，或者這個街頭上面探索。今天如果我們是帶500呢，就像是用上帝視角來窺看跟圍觀這個世界，感覺就像你手上有把手術刀，在紛亂的大街上呢，你可以隨意的裁切你想要的這個小細節，那個樂趣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但如果說你要拍這種極致泛焦的壓縮感畫面，所謂的空間千層派這一種的話，那這個鏡頭呢，可能就不大行。這就牽涉到反射鏡頭的缺點，是它的光圈永遠是固定的，它只有一檔 F8 而已。再來就是它的所謂的 Donut Bokeh， 就是甜甜圈的閃景。因為這個反射式鏡頭它獨特的光學結構，所以一旦決定要帶反射鏡出門，就不要幻想乾淨奶油化開般的那種閃景了，想都別想，而是在擁抱那種斑駁的浪漫氛圍，還有甜甜圈的光斑。只要是郊外的高光點，背景樹葉縫隙透出光來，它很容易就形成漂亮的甜甜圈。或者是背景沒有那麼的單純，也很容易拍出類似热空氣扭曲斑駁的這種氛圍感的這種閃景。那基本上呢，這些都是可以透過背景選擇來營造的。那如果說你用這個鏡頭硬要拍出很乾淨的閃景，也是可以，你的背景就要很乾淨。今天這顆 Minolta 呢，是在1989年才推出的，算是世界上第一顆可以 AF 的反射式相機用的反射式鏡頭。那 AF 性能呢，算是比較過時的啦，但是已經比純手動慢慢對焦的這些反射鏡來說，已經好用多了。那這個鏡頭呢，它側邊有個 Focus Hold 的控制按鈕，按住它可以鎖住當前的焦距，在拍鳥啊、街拍或是怕對焦跑掉的時候呢，非常的實用。這個鏡頭前面是不能裝濾鏡的，所以 Minolta 它把濾鏡做在鏡尾，採用抽換式的設計。我個人一直都是搭配我的 A900 使用，它有原生 A 卡口支援，全片幅的深色，還有機身防手震。第三和鏡頭配起來呢非常剛好，握持感呢非常的平衡。當然，我個人也很喜歡 A900 它的發色，所以呢這個 A900 絕對是玩這顆鏡頭很棒的選擇。反射鏡頭真的很酷，它這種不按牌理出牌的操作，雖然它取得了這個輕便、好攜帶、比較便宜，再一個特性就是它沒有色差，就不會有紫邊的問題。但它在攝影上面也有非常致命的缺點，比如說光圈固定不可變啊，畫質比較差，絕對不能跟正規的長焦大炮比，容易讓人分心，干擾主體的斑駁啦、甜甜圈的閃景。還有大多數的反射式鏡頭呢都是手動的，那又因為它的对焦面非常的窄，所以手動对焦會比較累一點。但就我這樣業餘享受攝影的人來說呢，我喜歡這種有個性的怪兵器，有專業需求
畫質需求的，當然是找常規大炮，越新越好。那麼在景深選擇上，這個鏡頭它是屬於 Minolta Sony A 卡口，所以它原生資源是 Minolta 還有 Sony 的 A 卡口的單反相機。網絡上很多新一代玩家，我看大部分都是轉那個 Sony E 卡口，只不過聽說在 AF 的資源上面啊，好像跟這個機身還有這個轉接環的型號，好像彼此之間有一些微妙的關係。方面我個人就比較沒有涉獵，興趣的朋友可能需要上網研究一下。OK， 今天先聊到這邊。希望本頻道呢，這個上片的頻率呢可以提高一點。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